这手感是挺好的，但是不太线性。理论来讲，就是它的这个活塞的压力是一定的，所以我感觉是不是因为它这个卡钳的问题，我就有点闹不太清。然后这个皮啊肯定是不行，这个刹车皮肯定是不行。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它原厂的胎压，目前这会儿看不出来，因为没有骑。它原厂胎压我记得后轮是2.7，前轮2.4。如果要跑山的情况下，尽量把胎压往下降一降，按比例降。前轮比如说降1，那后轮也就降1，不要就是乱降，因为每个车的配重不一样。所以说是那个降的不太对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影响你的骑行感受。我昨天跑分水岭，反正是轮胎现在磨到这里这个位置，轮胎磨到这个位置，这个轮胎咋说吧，就是两边的抓地还可以的，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轮胎的抓地力一方面是轮胎的好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就是地面的粗糙程度以及地面的抓地力。如果地面的抓地力不好的情况下，你再好的轮胎遇到那种磨得发光的地面，你该摔一样摔。这个跟车没有关系，跟轮胎没有关系。就是如果大家发现那种反光的地面，绝对是不能压弯的。只有那种地面很糙、小石子很尖锐且非常平整，就像那种黑油油的那种，就是柏油路的时候，你稍微玩一玩 ，OK 才 OK 的。然后再就是这个是轮胎需要注意的问题。然后紧接着就是还有要说的问题，就是这个车啊，像大家之前看过那个王柱的视频，就是他也说过这个车感觉不跟线。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对的，因为首先那个我昨天又去跑山，我们那条山路是34公里，193个弯道，而且都是小弯道，大弯道很小。就这个车给我的感觉就是同倾的话，感觉车下的很慢，就是人下去以后，感觉车得过一会儿，就是人下去以后，车跟着人，它可能会有点延迟才会下去，就是同倾的状态下。但是如果侧挂的情况下，我感觉对于我来说，它就下的有点快了。也有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反正王柱当时也说了，最好就是换个轮胎，因为这个轮胎比较平。我今天跟那个我之前跑那个渭水园的风洞的一个玩赛道的那个朋友聊过，他说他之前那个也骑过 Z1000啊什么那些车型，反正这个跟轮胎的扁平比关系很大。就是他跟我说，这个影响最大的是2个方面，一个是轮胎的扁平比，一个就是避震。如果这个避震芯换了以后啊，它避震硬了，支撑性强了，就是他跟我说，这个感觉就会好很多，而且会有很大的改变。那么我感觉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出在这里。车架吧，我有一说一啊，我没有感觉它软。目前我跑我们这边山路足够用。但是你像那种非常大的那种弯道啊，那咱也没有机会跑，所以这个不太好说，还是得看专业车手的那个，就是一些反馈。就是目前啊，这个我骑到700公里左右，今天也去把牌子上了，现在等牌子邮寄。就是这些是我对这个车的一个新感受，就是有很多我觉得它不足的地方，但是它也有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感觉啊，这个车我确实就是骑出那个快乐感了，我觉得还 OK。然后，最近这个车不是网上炒得很火热嘛？反正我的建议就是，哪个保值买哪个，哪个觉得好看买哪个，我觉得就行了。就是至于谁强谁不强这个东西，现在这个网络舆论特别强，特别厉害，但是我肯定能。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声势这个车绝对好骑。就是首先那个大家不知道我之前都骑的什么车，其实我第一辆车就是声势310，我声势310骑了19000公里卖的。然后我第2辆车直接上了川崎的 H2SX， 我骑了35000公里卖的。然后我当时同时买的杜卡迪 V4 骑了3万公里卖的。就是包括杜卡迪的那个换气门垫片那些大首保大保养全部都做完了。然后我第4辆车是春风，就我其实是不占春风，也不占声势。就是今天为啥想说这个，就是我前2天发了个视频，就是关于那个
珠海赛道那个事情，我为什么要发这个视频？就是我想通过大家的力量而了解真相，就是我想知道到底事情是个什么样子的。然后通过这个事情，我对这个车我有什么一个改进和后期的一个改善方法是什么？就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需要大家研究。但是实际上这个视频发上去以后呢，因为我肯定是带一点主观的思想嘛，就是我对这个我发现的截图啊，然后我当时进行了一个说明，但是并没有就是说我感觉啊，我感觉我当时应该是没有就是过多的把自己的情绪带入进去，但是这个难免控制，所以我只能凭感觉说这个话。但是实际上来很多那个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车友的人啊，就是敌意就非常的大，什么你给咸阳丢人呀，什么如何如何的，就是这个东西就很奇怪。你把他的头像点进去，你发现他是个做棋牌游戏，发了个棋牌游戏攻略的视频，就是我甚至都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真正骑车的摩友。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事情？就是首先，就是我作为我玩这么多车，我是认为675在珠海它肯定是跑不过盛世的。但是呢，就目前这个情况来讲，就是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条件来讲，大家都说慢了3秒呀，慢了10秒啊。但是现在就是说，大家谁都没有拿到一个数据上的依据和凭证。所以这个东西我就非常的奇怪，因为我遇到任何事情，我想问个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大家说它慢3秒？那这3秒慢在哪里了？是慢在直线了？如果直线慢的话，它在进直线之前的出弯速度，它是个什么样子的？它能不能达到就是，比如说竞争对手车的这个出弯速度，然后导致它直线慢，还是因为什么导致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应该关注的点。然后，2位老板写的小作文吧，我也都看了，但是其中确实有，就是陶老板的那个，他确实有点误导那个群众的那个说法。你比如说是那个珠海的赛道的那个圈速榜和那个鄂尔多斯的圈速榜，你想我当时那个截图，人家1分44，那人国外车手公升跑的，人家跑1分44，然后咱这边呢600cc 成绩那就比人家好了。所以这个并不就是说我只是说明这个赛道的，就是我只是说明这个赛道的就是成绩，它和这个两个不一样的赛道是不能对比的。然后呢，至于这个到底是声势强还是春风强，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不重要，就是我是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些有效的就是数据来证实。但比如说有人跟我说你有视频，但是从视频上我只能看出来，那确实是就是姓沙的这位车手他确实是跑了，但是呢又有视频显示那个春风被超车，但是超车的那个穿的是个白衣服呀，他是网红骑的呀。然后我又观察了一下，就是说那个穿红衣服，怎么说呢？就是姓沙的这位赛车手吧，就是我当时看到那个直道的时候，2个车同时过去，这个是那个人家职业车手在骑的。我从那个这么多年看比赛的就是经验来讲，前车和后车差距这个位置的话，一般情况下只有0.几秒或者1秒最多的差距。就是他在直道上，就是说前后的这个距离和位置，然后就是你看他那个，他应该叫对沙俊彤嘛，然后和那个骑声势的这位，他当时那个同时从那个直线过来的时候，前车和后车的差距，以及前车和后车差距的就是保持，以及前车和后车同时进下一个弯道的时机，这个它绝对不是3秒。如果是3秒的情况下，应该是，就是声势已经进前面那个弯了，然后呢，就是沙俊彤骑的675应该才从后面出现，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就表示个疑问。但是现在这个网上嘛，它不允许你有疑问，你有疑问了嘛，那大家就要骂你，但是骂人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有没有数据，真的就是咱俩能坐下来心平气和，我们对事不对车，对事不对人，咱们就是研究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哪儿出的问题确实是让我惊讶到了。所以就是说，很多来评论的，甚至我在他的后台，我都不知道他骑不骑车，也不知道他具备什么样的经验。目前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咋说呢？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蹊跷的。为啥呢？因为毕竟人家蹦蹦说了，计时器在他手里边，
所以这个东西你就很尴尬了。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其实大家都不清楚。你总不能凭单方面一个老板的说法啊，他那多少多少，他如何多丢人。这个东西你就算是跟人打官司，人家法院也不会认为你这个是证据啊。所以我觉得咱们要吃瓜，咱们就是不要太有情绪化。就是打个比方嘛，大家现在这么多支持声势的，有多少买过声势的车？反正我买过，我支持过声势，但是我说的很清楚，我这次没买声势，我就是因为它那个外观我接受不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它那个车把我烫到了，其实没有其他原因。至于就是说现在这么多来，包括来我评论区骂人的也好呀，来说一些奇奇怪怪话也好的人啊，我希望大家能言出必行，一定要支持一下陶老板，这样的话才对中国摩托车事业有帮助嘛，对不对？如果说你只是来把有跟你不同意见的人喷一下，那我觉得这个行为就非常的下作，就是对不对？你如果说真的想去，就是为这个事情变好，那 OK，你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只是不能接受别人对这件事情产生了疑问，那就是没有容人之心嘛，好吧？所以今天视频呢也就拍到这儿。这个东西大家咋说吧，不高兴想喷就喷，然后不想看出门左拐取关无所谓的，好吧？我吧骑这么多年车，就是因为想多学习多研究，没有别的目的。至于说我是他的粉丝啊什么的，目前为止啊，就是除了杜卡迪之外，我还没有粉过哪个品牌。然后呢，声势和春风的车呢，我也都买过了，所以我并不觉得就是说，我是偏袒哪方的那一方向。但是至于你们怎么想，那这个跟我就没关系了，好吧？那今天就到这儿。